大家好，我係譚思雅。香港快運一班北京抵港航班降落嘅時候撞到跑道旁邊嘅指示牌，冇人受傷。消息話起落架一度無煙。消防處同機場人員協助乘客離開，機上137名乘客同機組人員冇人受傷。編號 UO235嘅航班事後停喺滑行道檢查。事發喺朝早10點36分，當時8號信號仍然生效。機管局話，一架由北京大興機場飛抵香港嘅航班喺北跑道降落之後，滑行嘅時候懷疑撞跑道旁嘅指示牌。北跑道喺檢查之後已經喺12點15分重開。民航處表示高度關注，會按既定程序調查。就感覺降落之前飛機還在，就是在左右的來回晃，然後降落了一次，就已經就降到地上的時候，衝擊力已經很大了。然後突然像是又感覺到什麼，突然就是整個飛機就像前輪壞了一樣。飛機上有些人反應比較激烈，就是要下飛機啊，要機長給一些交代之類的。降落時候有一點點失重感吧，我感覺我就是已經扶緊扶手了，但是沒有人尖叫，就感覺還挺害怕的，因為就是在飛行的過程中，就之前坐任何一個飛機都沒有感覺這個飛機就是坐得很晃，我感覺全程都很晃。3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天文台話，當熱帶風暴塔巴對本港嘅威脅進一步減低嘅時候，會改發1號戒備信號，或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至於8號信號一度生效近16個鐘，當局收到過百宗冧樹報告，12人受傷。科學園對開嘅吐露港喺8號信號下大風大雨，海面泛起湧浪。對岸嘅西沙路近企嶺下，有大樹冧低壓倒行駛中嘅重型貨車，左邊車身損毀嚴重，車頂亦都被壓扁。貨車避開期間撞斷一支燈柱，經過嘅車輛要避開。大圍新鄉粉寮村亦都有大樹倒冧，擊中一架停泊嘅私家車，消防接報到場處理。塔巴來襲遇上天文大潮。天文台話低洼地區可能會水浸，大澳水位曾經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較正常高0.6米，差少少浸過橋面。民安隊已經一早在場架設好樓梯，又派員把守，慎防有嚴重水浸。多名警員亦都喺村內巡邏。天文台話有少水漲。但都我哋都要預防啊，因為啲貨物咁多喺度嚟，你浸一陣水唔賣得㗎啦。本嚟係好驚嘅，即係本嚟其實我琴晚成晚都冇乜點瞓嘅，因為咧驚佢嗰啲水咧會高上去。不過佢今期咧就冇乜點樣浸，我覺得呢個颱風係好溫和嘅。中午12點，大澳呢度水位已經退至大約2.3米。今朝唔少擔心水浸，特登出嚟睇水位嘅居民已經安心返屋企。向來當風嘅杏花村喺塔巴吹襲之下，風勢未見增強。雖然浪花一浪接一浪，最高嘅唔到燈柱嘅一半，雨勢亦都時大時細。呢個風唔係好激烈啫，好溫和。以前咗天鴿嘅時候，你浸咗個兒童嗰個遊樂場啊嘛，今日啲浪都冇打到上嚟。以前打風吹得勁嘅話咧，杏花村呢幾棵樹都會吹到東歪西倒。咁但係今次塔巴襲港啦，佢哋都冇話喐得好犀利。對岸嘅紅磡風力就感覺大啲，樹木都吹到歪曲。維港湧起白頭浪，不過水位唔算特別高。雖然落住雨，不過都仍然有唔少人出嚟跑步。感覺還是比較舒適的，比較舒適的。有時候就是有點小雨啊，淋一淋啊，就感覺舒服。塔巴清晨最接近本港，紅磡全晚間歇出現大雨。無線電視記者邱建偉報導。塔巴早前喺廣東台山登陸，廣東、廣西繼續有強風雨。
中央氣象台維持颱風黃色預警，塔巴朝早8點50分登陸嘅時候，中心風力達到11級，係強颱風、強熱帶風暴級別。廣東今日進入最強降雨嘅時段。廣東嘅陽江上晝11點位於10級嘅風圈入面，掀起嘅巨浪高達1米。江門市應急部門預計，江門近岸嘅海域有1.5到3米嘅中到大浪。塔巴影響廣東多地，珠海、陽江、雲浮三地全市同埋湛江、茂名、江門部分地區學校停課。廣東省最少45個景區關閉。深圳市除咗深汕中小學、幼兒園之外，其他學校全日停課。交通方面，國鐵廣州局星期一、深湛鐵路、廣茂鐵路全部列車停運。同時，因為粵海渡輪停航，星期日到星期一往返海南島嘅過海列車停運，或者調整去到廣州白雲站到達同埋發車。氣象部門預計塔巴登陸之後向內陸移動，強度會逐漸減弱。廣西星期二會迎嚟最強嘅降雨時段。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道。另外，內地甘肅、四川等地連日強降雨，引發多地山泥傾瀉，阻塞部分幹道。當局派員搶修。甘肅諜報縣國道345線星期日夜晚10點左右發生山泥傾瀉，滑落嘅山石大約有15000立方米，令到交通中斷。當局出動多個部門加緊清理道路上嘅山泥，疏導滯留嘅汽車。另外喺四川嘅旺蒼縣天星鎮雲峰村，亦都因為連日嘅強降雨，導致山泥傾瀉，一個村民憶述差啲被活埋嘅一刻。我就聽到山上有落石的情況，心裡就想可能會發生，就是說地質災害、滑坡之類的。我就通知了我們周圍的鄰居，一起轉移到相對安全點的地方。後面就整體這個山坡就開始發生大面積的滑坡。當地有5戶合共17個村民獲安置去到安全嘅區域。雲峰村今次山泥傾瀉量達到3000立方米，最少有5間房屋受損，1架汽車被淹埋。當局評估之後認為要清理山泥存在困難，將會搬遷5戶嘅村民去到其他地點居住。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道。返嚟新聞時間，呢節先睇下財經消息。內地上月外貿增長放緩，出口增速係半年嚟最低。有分析認為同廠商提前出貨情況減退有關，又認為內地積極開拓其他貿易夥伴，有助支撐下半年出口繼續增長。關稅休戰，港出貨嘅情況開始減退，加上受舊年高基數影響，以美元計價，內地8月份出口增長由7月嘅7.2%放慢至4.4%，增速係今年2月以嚟最低。進口增長由4.1%放緩至8月份嘅1.3%，貿易順差收窄至到1023億美元。以人民幣計價，8月份出口升4.8%，進口升1.7%。海關總署話，面對嚴峻複雜嘅外部環境，今年嚟內地外貿展現韌性。今年前8個月，我國進出口累計增速較上半年加快0.6個百分點，其中8月當月出口、進口均增長，已經連續3個月實現雙增長。面對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我國外貿韌性持續彰顯，活力不斷釋放。有分析預計，全年出口有望達到6%嘅增長。過幾個月其實咧，好多即係出口商咧，其實都盡量咧就趁住咧中美咧仲有一傾緊嗰個關稅嘅問題嗰個延遲咧，咁未見到佢哋都係盡量快啲咧就付運。咁8月咧回翻少少，我都相信都係好正常。咁中國咧喺過去嗰半年至1年咧，其實做咗好多功夫咧，喺將嗰個例如係出口嘅對象方面咧，就係加大咗嘅。會覺得咧喺跟咗幾個月咧都維持到4%、5%呢個出口增長嘅。咁其實年尾嚟講，成年嚟講咧，我相信都可以維持到咧6%嘅增長。今年頭8個月，東盟繼續係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以人民幣計價，進出口增長9.7%，佔外貿總值6%。第二大貿易夥伴係歐盟，增長4.3%，佔1%。至於美國係第三大貿易夥伴，下降1%，佔9%。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Tesla 特斯拉近日喺微博發布有關人形機械人嘅貼文，外界揣測係為咗打入中國市場鋪路。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 Tesla 特斯拉有意涉足中國機械人市場。公司禮拜日開通名為 Tesla AI 嘅微博帳號，並且發布第一條貼文，展示淺金色外殼嘅 Optimus 人形機械人。內容係我一直喺度努力改善自己嘅身材。外界推測係即將推出嘅第3代機械人，但係行政總裁馬斯克否認。公司同日喺社交平台 X 發布全黑版 Optimus 喺餐廳打工嘅片段，片中機械人喺度裝緊爆谷。雖然遞俾顧客嘅時候有零星爆谷跌咗，但係 Optimus 識得同人揮手，合照嘅時候更加擺勝利手勢，似乎顯示人形機械人可以做一啲簡單工種，並且可以面向大眾。同一時間，馬斯克話同公司晶片設計團隊完成設計檢閱，認為正喺度發展當中嘅 AI5 晶片將會係突破性產品，甚至係同類推理晶片當中成本最低、性能最好。至於緊接推出嘅 AI6，更加有望成為目前最優秀嘅人工智能晶片。目前特斯拉正喺度全力研發晶片，有分析認為，除咗減少對 NVIDIA 輝達嘅依賴、壓低成本之外，如果兩款晶片能夠順利提升自動駕駛同埋人工智能嘅競爭力，有望打開對外授權，為特斯拉帶嚟新嘅商機。無線電視記者洪家星報道。恒生指數升超過200點，收市見2星期高位。8號風球之下，港股如常交易，大市高開22點，早段喺25,500點水平徘徊，午市升幅略為擴大，全日收市升215點，報25,633點，成交2,860億。上面暫時阻力區26,000，睇住2、3個因素點啦。第一個因素點就係國內，係咪真係會有多啲嘅工具令到嗰個暫時火熱嘅市場會有一個降溫嘅跡象啦。第二點就係睇翻美國嘅息口嚟緊，究竟係1/4厘定係將個時期拉翻近啲，會減得密啲呢？咁我諗呢幾個都係重要嘅一個主題位，大家要留意。3隻股份首日晉身恒指成分股，普馬特急匯，收市跌7%，係全日表現最差嘅藍籌。中電信反覆靠穩，京東物流升3%。有報道指蘋果同百度同埋阿里巴巴嘅人工智能合作有機會喺今年底上線。百度升9%，阿里巴巴升4%，支撐大市。醫藥股普遍向好，今日除淨嘅藥明康德升3%。聯通獲工信部發衛星移動通訊業務許可，股價升1%。新世界有異動，收市升1%，見超過半年高位。無線電視記者洪家星報道。內地股市個別發展，4大指數入面只係深圳創業板指數回軟，其餘3大指數就連升2日。滬深經三市成交接近25,000億元人民幣，機器人同醫療器械板塊做好。亞太區股市普遍上升。日本股市升至3星期高位，市場憧憬日本新政府將會推出新嘅經濟政策。南韓股市連升5日，並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台灣股市一度突破24,700點關口，以全日低位收市，但仍然創出新高。澳洲股市就回軟，終止2日升勢。睇下歐洲3大主要股市嘅表現。倫敦富時100指數升10點，巴黎 CAC 指數升29點，德國 DAX 指數升167點。其他消息，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晚將會以視像方式出席金磚國家領袖線上峰會並發表講話。有巴西官員話，會議將會聚焦應對美國關稅措施等議題。外交部話，中方願同各方一齊踐行開放包容、合作共贏嘅金磚精神。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夜晚將應巴西總統盧拉邀請，喺北京以視像方式出席非公開嘅金磚國家領袖線上峰會，同與會各國領導人討論當前經濟環境及多邊體制、金磚合作及共同關心嘅重要問題，並發表重要講話。俄羅斯總統普京確認出席，印度總理莫迪就派外長蘇傑生參加。巴西環球報引述巴西官員報道，會議將聚焦聯合應對美國關稅措施，加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礎嘅多邊體系，
加沙衝突同俄烏戰事等議題。喺北京，外交部話，面對當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蔓延，金磚國家攜手維護多邊主義，捍衛公平正義，促進共同發展。中方願意同各方一道踐行開放包容、合作共贏嘅金磚精神。中方願同各方一道，深入踐行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推動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攜手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為促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作出新貢獻。今次峰會喺巴西最高聯邦法院對被控企圖發動政變嘅前總統博爾索納羅審判期間進行。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表明，只有喺針對博爾索納羅嘅指控被駁回下，美方先會同巴西談判取消對佢進口商品徵收50%關稅。盧拉就批評美國企圖干涉巴西內政，強調巴方唔會屈服。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道。第10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星期3至4喺香港舉行。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話，參與嘅商界代表持續增加，未來合作方式將會趨向綠色同數字產業。呢一間研發人工礁盤拯救瀕危珊瑚嘅本地初創公司，3年前透過一帶一路論壇配對到中東最大主權財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資局嘅投資，獲邀到當地發展，成功走出去。中東尤其係佢哋當一個規模咁大嘅時候，其實係真係好容易 get lost。喺一個營商環境不斷改變嘅情況之下，究竟呢一個技術，我哋香港嘅呢一個技術，呢一個科研，究竟喺某個地方，喺一帶一路上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佢個應用程度，究竟佢哋嘅 acceptance， 佢哋嘅 actual needs 有幾大？一個啱嘅 connection 已經可以幫我哋慳幾個月嘅時間。一帶一路辦公室話，除咗綠色經濟之外，亦都會大力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包括引入呢一間內地大數據及通訊領域嘅儲能電池企業。今年5月參與特區政府中東考察團之後，上個月更加喺港交所上市，喺香港設立國際總部。香港是連接大陸企業和國際資本的一個重要橋梁，而且香港的這個把科研成果轉化為商業化的這個轉化能力也非常強，所以我們也是看中了這一點。那麼我們接下來也打算跟香港的知名的大學或者是實驗室進行聯合研發。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預告，今屆參與論壇嘅商界代表佔比更高。而家國際環境係非常複雜，咁但係我哋睇得出好多沿線國家、共建國家，佢哋係好希望通過合作去解決一啲問題。除咗政府嘅代表之外，其實商界嘅代表呢係越嚟越多，將佢哋項目攞到嚟，可以揾到佢適合嘅融資方案，揾到適合嘅專業服務提供者，揾到適合嘅一啲科技嘅配套或者啲人才。過往9屆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已經成功促成50份嘅合作備忘錄簽署。何力智預料今屆將會達成更多嘅合作備忘錄，協議嘅內容亦都將會更加具體同豐富。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道。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我係譚思雅。香港快運一班北京抵港航班降落時撞到跑道旁邊嘅指示牌，冇人受傷。消息話起落架一度無煙。消防處同機場人員協助乘客離開，機上137名乘客同機組人員冇人受傷。編號 UO235 嘅航班事後停喺滑行道檢查。事發朝早10點36分，當時8號信號仍然生效。機管局話，一架由北京大興機場飛抵香港嘅航班喺北跑道降落之後，滑行嘅時候懷疑撞跑道旁邊嘅指示牌。北跑道喺檢查後已經喺12點15分重開。民航處表示高度關注，會按既定程序調查。就感覺降落之前飛機還在，就是在左右的來回晃，然後降落了一次，就是已經就降到地上的時候，衝擊力已經很大了。然後突然像是又感覺到什麼，突然就是整個飛機就像前輪壞了一樣。飛機上有些人反應比較激烈，就是要下飛機啊，要機長給一些交代之類的。降落時候有一點點失重感吧，我感覺我就是已經扶緊扶手了，但是沒有人尖叫，就感覺還挺害怕的，因為就是在飛行的
就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就之前坐任何一个飛機都沒有感覺這個飛機就是坐得很晃，我感覺全程都很晃。3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至於8號信號一度生效近16個鐘，當局收到過百宗冧樹報告，12人受傷。科學園對開嘅吐露港喺8號信號下大風大雨，海面泛起湧浪。對岸嘅西沙路近企嶺下，有大樹冧低壓倒行駛中嘅重型貨車，左邊車身損毀嚴重，車頂亦都被壓扁。貨車避開期間撞斷一支燈柱，經過嘅車輛要避開。大圍新鄉粉寮村亦都有大樹倒冧，擊中一架停泊嘅私家車，消防接報到場處理。塔巴來襲遇上天文大潮。天文台話低洼地區可能會水浸，大澳水位曾經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較正常高0.6米，差少少浸過橋面。民安隊已經一早在場架設好樓梯，又派員把守，慎防有嚴重水浸。多名警員亦都喺村內巡邏。天文台話有少少水漲。但都我哋都要預防嘅，因為啲貨物咁多喺度嚟，你浸一陣水唔賣得㗎啦。本嚟係好驚嘅，即係本嚟其實我琴晚成晚都冇乜點瞓嘅，因為咧驚佢嗰啲水咧會高上去。不過佢今期咧就冇乜點樣浸，我覺得呢個颱風係好溫和嘅。中午12點，大澳呢度水位已經退至大約2.3米。今朝唔少擔心水浸，特登出嚟睇水位嘅居民已經安心返屋企。向來當風嘅杏花村喺塔巴吹襲之下，風勢未見增強。雖然浪花一浪接一浪，最高嘅唔到燈柱嘅一半，雨勢亦都時大時細。呢個風唔係好激烈啫，好溫和。以前咗天鴿嘅時候，佢浸咗個兒童嗰個遊樂場啊嘛，今日啲浪都冇打到上嚟。以前打風吹得勁嘅話咧，杏花村呢幾棵樹都會吹到東歪西倒。咁但係今次塔巴襲港啦，佢哋都冇話喐得好犀利。對岸嘅紅磡風力就感覺大啲，樹木都吹到歪曲。維港湧起白頭浪，不過水位唔算特別高。雖然落住雨，不過都仍然有唔少人出嚟跑步。感覺還是比較舒適的，比較舒適的。有時候就是有點小雨啊，淋一淋啊，這感覺也不錯。塔巴清晨最接近本港，紅磡全晚間歇出現大雨。無線電視記者邱建偉報導。其他消息。新一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個月25號展開。衛生防護中心交代細節，今年起將會擴大資助範圍，18至49歲長期病患人士都可以獲資助接種，而參與外展計劃嘅學校可以選擇用噴鼻式疫苗或者混合模式，即係可以喺同一次外展接種中向學生提供針劑或者噴鼻式疫苗。當局話，目前有9成9學校已經報名參與，稍後會將唔參與嘅學校名單上載上網。另外，因應科學委員會建議，居住喺院舍嘅長者應該優先接種重組流感疫苗。中心今年成功採購相關重組疫苗，俾居住喺安老院舍、殘疾院舍嘅65歲以上長者接種。中心又話，今年已經為參與計劃醫生額外採購10萬劑注射式疫苗。期望減低市民喺私家診所接種疫苗嘅經濟負擔。日本一名警方鑑證人員喺7年間涉及多達130宗 DNA 鑑定造假案件被解僱，部分造假證據更加被當成呈堂證供。
日本佐賀縣警察本部科學搜查研究所解僱一個40幾歲嘅鑑證人員，話佢由2017年6月去到2024年10月嘅7年間，涉及多達130份 DNA 鑑定造假，包括冇做檢測，但係講大話有做，隱瞞自己唔見咗鑑定所需資料等嘅不當行為。據報佐賀警方科學搜查研究所進行嘅 DNA 鑑定樣本，由事故現場採集，用嚟確認係咪同疑犯或者受害者嘅 DNA 相符。當中處理不當嘅 DNA 鑑定報告，部分已經被當成案件證據，暫時未知係咪有被定罪嘅犯人因為咁而蒙受冤屈。消息人士透露，嗰個鑑證人員係俾研究所其他員工舉報，事件先至被揭發。佐賀警方話，涉事職員喺內部調查後已經承認犯錯，並宣布將佢解僱。日本放送協會報道，研究所員工因為 DNA 鑑定時造假而受到處分，並唔常見。無線電視記者何子欣報道。外交部宣布制裁日本華裔參議員石平，話佢嚴重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同領土完整。制裁係要嚴厲警示賣祖求榮只會自食惡果。日本華裔參議員石平喺日本政壇以極端反華言論為人所知，以中日外交政治專家身份活躍於媒體，曾經發文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並主張釣魚島係日本嘅固有領土。喺北京，外交部表示，石平長期喺台灣、釣魚島、歷史、涉疆、涉藏、涉港等問題上散佈謬論，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嚴重違背中日4個政治文件精神同一個中國原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同領土完整。中方決定自星期一起對石平採取反制措施，凍結佢喺中國境內嘅各類財產，禁止境內組織、個人同佢交易合作，對佢本人同直系親屬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石平為了一己私利，數典忘祖，出賣良知，勾連反華勢力，挑釁滋事。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對石平之流的強力懲戒和嚴厲警示，賣祖求榮只會自食惡果。石平喺社交平台回應話，佢喺中國冇財產，亦無意前往中國，又表示好榮幸受到制裁。石平1962年於中國四川省出世，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1988年赴日本留學，喺神戶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喺2007年取得日本國籍，以評論家身份等從事活動。今年7月代表日本維新會當選參議員。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導。翻嚟新聞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南韓現代汽車人員被美國移民部門扣留事件唔影響美韓關係。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局長霍曼話，類似行動將會陸續有嚟。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日回應美國移民部門日前搜查南韓現代汽車廠房一事，話南韓公民俾美方扣押唔影響美韓關係，並會持續關注事件發展。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Kore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You know, we just made a trade deal. But I'm going to look at it. 特朗普亦都支持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嘅行動，但係同時話美國正喺度發展唔同產業，因此有必要引進外國專家培訓美國人。At the same time, ICE was doing right because they were here illegally. But we do have to work something out where we bring in experts so that our people can be trained so that they can do it themselves. We have a lot of industries that we don't have anymor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to train people. And the way you train people is bring people in tha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and let them stay for a little while and help.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聯同多個部門，上星期4以打擊非法移民為由，突擊搜查南韓現代汽車喺佐治亞州嘅廠房。行動中拘捕475人，其中300幾人係南韓公民，話佢哋涉嫌非法工作同埋預期居留等，係當局喺單一地點展開嘅最大規模執法行動。南韓傳媒引述南韓駐華盛頓總領事趙基仲話，被扣押公民健康無恙，亦都將會喺星期3乘坐包機回國。
行動當日喺現場嘅南韓員工向傳媒話，對美國政府搜查工廠感到彷徨，又透露事發前收到公司指示要關閉工廠生產。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局長霍曼出席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節目嘅時候話，美國政府接下落嚟將會展開更多工作場所執法行動，打擊非法移民。現代汽車集團冇耐前宣布對美國投資總額提升到260億美元，而喺韓美關稅談判中，南韓承諾對美國進行3500億美元投資。而事件發生喺特朗普喺白宮同南韓總統李在明會面後冇耐，南韓傳媒普遍形容事件令人震驚，話將會令到南韓企業在美投資蒙上陰影。亦都有分析話，美國呢一次嘅行動將會令到其他外國企業在美營商環境惡化。無線電視記者何子欣報道。葡萄牙總理蒙特內格羅展開一連3日訪華行程。隨行嘅外長蘭熱爾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兼委員兼外長王毅會面。王毅喺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到訪嘅蘭熱爾。王毅話：中葡兩國應該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又提及中國同葡萄牙當年透過談判妥善解決澳門問題，係和平解決爭端嘅典範。當前國際形勢複雜，中方願意同葡萄牙推動全球治理，加強雙方戰略合作。蘭熱爾就話，葡方高度關注現時多邊主義嘅發展同變化，會尋求同各方合作，以對話解決衝突，並同中方合作推動國際組織繼續發揮作用。天文現象月全食紅月亮，琴日凌晨出現，專家話要等3年之後先至可以再見到紅鳥臉嘅月亮。央視影到嘅畫面見到圓月逐漸被地球嘅陰影覆蓋，月面由明轉暗，最終映照出一輪暗紅色嘅紅月亮，喺夜空清晰可見。有天文愛好者就形容就好似月亮面紅一樣。天文專家話呢一個同我哋平時見到嘅藍色天空同埋紅色嘅朝霞同埋晚霞係同樣道理。由於地球周圍有一層濃厚的大氣層，一些陽光可以通過大氣的折射散射，還會有一部分光落到月亮上面，而且這些光呢，大部分都是波長比較長的紅色的光，所以月全食的時候呢，這個月亮看起來就是顏色是發紅色呀、發橙色呀，或者甚至是古銅色呀。紅月亮顏色嘅深或者淺，同當時地球大氣中雲層嘅塵埃同埋污染物含量相關。雲量越大，塵埃越多，月亮就會越紅。同時，專家又提醒，月全食期間，月球邊緣有時候會出現藍色或者藍綠色嘅狹窄光帶，叫做青邊。呢個係由於穿過地球大氣層頂部臭氧層嘅陽光呈現出嘅淡藍色。當呢啲光線投射去到月球表面嘅時候，就會形成青邊。青邊用肉眼係好難察覺到，但係透過專業嘅天文設備觀察地球本影嘅邊緣，就能夠發現淡淡嘅藍色帶狀區域。天文學家測算，下一次喺中國全境內能夠睇到月全食全個過程嘅時間係2028年12月31號，去到2029年嘅1月1號。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謙報道。